嗨，大家好，我是北海道知识丹体，但现在不在北海道。我们从北海道飞了大概8个小时吧，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凌晨，现在大概凌晨3点，大概飞机是4点15分从北海道出发，然后我们从台湾转机过来。然后曼谷的时差呢，跟北海道比的话它比北海道慢2个小时，所以现在北海道已经5点了，快天亮。我们刚刚本来就先去把行李寄掉了，但是那个寄行李的那个员，他号称24小时开着，但结果他竟然在睡觉，然后叫也叫不醒，所以我们就打算先来喝个奶茶，等一下再去把行李寄一寄。哇！在泰国现在都用纸吸管，纸吸管吸起来的口感就是不太一样。那发现泰国现在这个机场啊，他们也是蛮方便的，就他们有现在这种在边边的充电器，一整排的。然后泰国的电压虽然是220度，但是手机都可以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然后他们这边就是有椅子。那你可以坐在这边，边坐边充电。那我们今天行程是7点开始，就在这边稍微打发一下时间。这里叫有 Lawson， 这些都是我们弟弟啊，有12块香蕉。真是太神奇了，竟然可以在日本以外的地方看到罗森，纪念一下。我们终于找到司机了，这个真的是很酷。我现在要坐上车子了，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这种算是自助旅行。使用这种包车移动的方式，蛮有趣的。以前我们都是自助搭大众运输工具，要不然就自己租车。但现在 KK 店越来越方便了，就是有这种行程可以预约，就来体验一下。2 hours later. 经过从机场出发，现在9点半。机场是7点半出发，大概2个小时，我们到了ตลาดร่มหุบแม่กลอง哦，这里好多泰式小吃哦，肚子饿了。本来没有很饿，但在这边都闻到味道，超饿的。小心扒手，觉得我们在日本久了，那个整个旅行都太安逸了，在泰国还是要神经绷紧一点。猪杂板条跟猪脚板条，他超忙的哎！刚刚还能发现送错，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猪杂，一定是没有错的，只是板条呢，等一下问他一下。这个就是猪脚饭，这就是板条了。那反正他都说是了嘛，我们来看看。所以板条就是这个啦，这个绿色的这个就是板条了，好有趣哦！我试试看这个板条是什么味道。它真的是板条哎，它就是猪杂，这应该是猪肉丸吧，然后猪肝、板条、猪肠之类的，然后来吃吃看猪脚饭啊。不得不说，我觉得板条不要推，板条推荐。我们刚到机场的时候啊，喝了一碗，不对，喝了一杯泰奶，一杯泰奶要102块。然后那时候以为，泰国物价是不是跟台湾一样，就是越涨越高了？但刚刚吃的猪脚饭这样子，一个饭加上1碗汤，这样子90块，感觉好像也还好，可以接受。前面这边就是那个有名的地方，这个菜市场呢，
为什么会变成观光地呢？就是因为这里就是那个铁路，这边有一条铁路，它是真的有车的哦。然后那个车这样子从那边过来的时候，就会通过这个市场里面，很神奇的。我记得等一下我们应该刚好可以有时间看一下它的就是车通过的时候。好难想象哦，这边的小贩等一下都要车子来的时候，他们都要跟着撤。而且车子这么大台，不知道怎么通过这里啊？太神奇了！这个是铁轨，铁轨就这么宽，它的小贩的那个是跟在边边的，然后那个都已经摆到铁轨上了，这样子他们到底等一下怎么样迅速的撤离？我也觉得蛮，他是认真的走到底的，就是完整的市场的那一种。他不是开玩笑做这个样子，他是真正的市场，不是做给观光客看的那种。我就是要看他们秒收啊。这市场超长哎，它那个真的是沿着铁路一直往那边建过去。这边有一条小通道，走出来看看，到底它结束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应该是一直到那里吧？我觉得应该是到那里。对啊，我们从那边走过去看看。圆。这个铁路市场的底啊，这边这条路就真的是它的底。过去那边就没有东西了，然后这里就是市场，感觉观光客呢都会在这里拍照的样子。大会注意了，大会注意了。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สิ่งของมีค่ากระเป๋าสตางค์โทรศัพท์มือถือเข้ามาจอดที่ชาญชาลาผู้โดยสารผู้ค้าขาย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โปรด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อันตรายจากขบวนรถไฟที่อาจจะเกิดขึ้นได้โปรดยึดถือ秒复原。又玩到这样子。好像有在看烟火大会的感觉，全部人都挤在一起。这当然是手动升降的，我刚刚看到有人手把它提起来。哎，后面奶茶一个25块。那一间是25，是这种小汤的。哦。所以昨天在机场那个钱是被机场坑哦。ใช่。好香哦，我觉得蛮好吃的。Hello， 试吃啊。哎，它有那个，它是花生粉，然后它又是咸的。说不出来口感，但是就是好吃。我觉得花生粉画龙点睛，然后配上生菜跟香菜，那个味道超大超大。ตลาดน้ำดำเนินสะดวก。就这么随意上来了。我们刚刚总共买的是什么行程？包一艘船，反正就2个小时吧，2个小时包一艘船，然后去市场跟去一个庙，3150。泰国好像也是下午的时间，好像都会飘一些雨的样子。现在有一点点小飘雨，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水上市场。它的船超级大，
大家看一下，对，它至少可以坐1、2、3、4、5、6，可以坐6个人，所以只有我们2个人的话，包船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么划算。觉得啊，你如果来搭这个船啊，首先你的意志一定要坚定。对你就是你没有要买东西的话，就是千万不要被他们推销的东西，然后你就买了一大堆你没有用的。是他们里面啊，这些船公司啊，跟可能船夫跟那些店家一定都是有关系的。对，他就是一定会就是带你去他有关系的店，反正你就跟他们说 no 就好了，他们也不会强迫你。Nope。那除了像我们这种动力船之外啊，也有像他们这种就是手划的，因为感觉交通繁忙啊，哇，各种高超技巧的转弯，超窄的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他们这个超船技术是蛮猛。哦，这里终于有水上市集的感觉了。你说这个吗？单车玩具。嗯。这个上面本来以为是肉燥，但好像是酸菜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啊，除了包车之外，还包了艘船，感觉在2个小时的时限之内啊，就是我要它停哪，它就会停哪，然后让它等，它就会等。我们的船呢，现在就停在这啦。那如果你要坐的是非动力船的话，好像就在前面那个招牌后面那边就可以坐非动力船的那种。那我们今天坐的呢，就是这种动力船了。各种交通枢纽大打劫，有啦，这个有那个了，有那个感觉了，有那个在电视里面看到的感觉，随便大塞车。在船上炒饭。各种冲哎，要摆头跳那么高。好，那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水上市场，叫做ตลาดน้ำอัมพวา来
哇，这里的船就感觉都是大船，然后水道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趣复杂，感觉就是这一条跟这边这两个区域而已。他们就是会有这种很多神奇的东西。好，那我刚刚这样走过来啊，那个整体的感觉啊，跟刚刚那间的风格差很多。这里的话呢，就比较像是观光夜市的感觉。那听说它也确实是越夜越热闹，就有点像是在河岸旁的一个夜市市集。然后它晚上好像还有可以看萤火虫的样子。哇，为什么那个河上都会飘着奇怪的东西？大家有看到吗？草之类的东西。我们从那个水上市集回来，大概经过2个小时左右吧。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曼谷市区的饭店了。那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饭店，其实就是一般的饭店啊，没有太特别的东西，很大。然后这个很浮夸，这个超浮夸的，还折了个天鹅呢。价钱呢不贵。这次来到曼谷啊，第一天呢就比较特别的排了市郊的行程，因为曼谷市区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来过了，那这次市郊的行程呢，确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对于上次来对于泰国这个既定印象，那我也觉得蛮有趣的。那之后呢，因为丹体这次会在泰国待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一些旅游的过程呢也会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的，就纯粹是玩乐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风格。我是北岛之丹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会员宣传时间。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币下面帮。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请喝咖啡，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放心，绝对不会爆炸，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